你讲这些，我是觉得我很鄙夷的。如果你这件事情东窗事发，你把爸爸气死了，我就是会怨你的。那如果我最后就是决定，我是觉得自己开心就好吧，因为就当我们逼你结婚，那如果未来不好的话，那你不是会怨我们？再加上30来岁人了，你自己总有想法的。那你就会觉得生孩子就是个交代吗？曾经是有这么想过，不想结婚，生个宝宝也行。但是我觉得你担不了当父亲的这个责任，那生下来的孩子，我觉得对他是不负责的嘛。你不会觉得我不结婚不生小孩不孝顺吗？我以前也没有觉得你不孝顺，觉得你得有个小孩，因为爸爸的他的观念也比较那个，也可能人性嘛，都是比较自私的，觉得你生个小孩也不会来烦我们吧。哦，就他不会来跟你说啊，弟弟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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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爸爸妈妈催啊或者怎么样，希望不要波及到我。那如果说我们之后要定下来或怎么样的，那也是你们的事情啊。就你也无所谓。对啊，只要他是个好人就行啊。他好不好，你觉得他好就行了。我们接触也不多。对啊，就像仔仔一样，其实我们也不是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这你自己最清楚。就比如说像之前那样子的那样性格，他是那样子，那我不相处就好了。那如果哪一天，比如说我被爸妈发现了，不敢想象。对，就会很烦，然后就因为波及到了我。我也能理解这一点。对，就很烦，就现在家里很烦。其实你公开不公开，就是我们说句难听的，就未来可能父母不在了，你爱咋样咋样。就像那天直播我们聊到的话题一样，你开心了，但是他们受到的非议跟这些指点，我是觉得你是非常的自私跟不负责任，因为父母承受的那些我承受比你大，因为确实在农村里面，一人一口唾沫星子，真的是你说老家那些人让父母出去怎么抬起头，这个邻居所有村都认识的。如果你真的走到那一步，其实我是会觉得你就可能如果是被迫的呢？怎样算被迫？被发现。对，我找任何借口他们都不相信。那就希望别人不要知道，包括亲戚。那如果说亲戚也不知道，那你会就说帮我说话，还是会什么样的？别让我参与，我希望你自己能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解决不了也是你的问题，因为你走这条路，这是你该承受的。啊，对啊，那如果跟他闹掰呢？闹掰就闹掰嘛。那闹掰不就代表以后我不会再参与到他的所有？对啊。难道我只是会给钱这样子？那随便啊，他们能接受就行啊。但是你得做到你儿子该做的，就是给钱嘛。就比如说我请护工啊什么之类的。不，你这没做到，不是给钱就是做到的。那什么叫做到呢？床前尽孝。床前尽孝，但是我小时候他也没有关爱过我这一方面。我其实一直想的是这一点啊。我跟你说，这一点你是特别极端的。我到现在就是你讲这些，我是觉得我很鄙夷的。他们离婚那年，我妈要出去工作，我爸也要出去工作，因为家里没钱。然后呢，我一个人在家里待了1个学期，家里房子是破的，什么东西都是破的，热水器也是破的，马桶也是破的，没有地方洗澡，没有地方洗衣服，连烧水壶都没有，家里连灯泡都没有。我没有钱吃饭，2包干脆面花1块钱，我就当饭吃了。早餐就是一个白馒头配一个粉冲的那种豆浆，1块钱，就是这样子的。再没钱啊，不管你有没有饭吃，补习班是一定得上的。补习班在半山腰上，放学了之后，我得自己一个人100米冲刺，1楼门也来不及关，冲到2楼那个破房间里面，然后开始哭，打电话一个个打过来，让姐姐我想你，爸爸我想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一个个哭，哭完了然后睡觉，睡醒了之后接着哭，哭好了然后去上学，就是这样。过了1个学期，这期间谁来看过我吗？没有人。有人主动说我来关心我也没有。后来是我的一个堂姐要转回来读书了，我外婆要回来照顾她，那顺便把我接过去了。我在我外婆那里生活，我爸还要一直说我，然后觉得我好像就是站在我妈那边了，我偏袒我外婆了，偏袒我妈娘家人了，还要期间一直折磨我，身心上面一直说这些东西。你现在说我讲这些东西极端，你有没有想过当时我才6年级，才初1，别人留守儿童是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我留守儿童我就真的一个人。我那个时候就是路过所有高跟鞋我都以为是我妈，我每天就是待在家里哭。我小时候又有点你们嘴上说的娘娘腔，到现在你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对于小时候一直说我娘说我母这件事情而跟我说不好意思，甚至前2天直播时候还一直在说。那个时候我娘娘腔，我也没什么朋友，我也是被大家排挤的。你的这些观点我非常不认同。但我非常认同我自己想的。他没陪你，不是因为他不想陪，他是因为他得去赚钱。我也需要赚钱。他如果怎么样了，那我也需要在外面赚钱，那不然我钱从哪来呢？不是也一样吗？我不认同。床前尽孝不是让你每天在床前，你不是只给钱就可以了事的。那他呢？他赚钱累，我赚钱不累啊！我就是可以，就是有时间就回去看他。那他有时间为什么不能来看我？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
初一的学生，没饭吃，没大人看着的，放假、五一、国庆有1-2天，能不能回来看一眼呢？你的确是在赚钱养家，但是你金钱上面并没有做到真实的愿意的给。我每次问他要钱，他要先数落我一番，然后再贬低我一番，然后再不情不愿的把钱给我。钱用到哪儿了？怎么别人多少钱能用多久，你怎么就是用不了？但凡你换季的时候买一件衣服，他就会说你以前的衣服呢？我说破了，你去打个补丁不能穿吗？我那个时候打补丁我们都穿，你一年买个1-2件衣服，好像是犯了滔天大罪。所以你到底是金钱上面提供好了，还是说你情感上面提供好了？你到了，你两边都没有提供好，那你不如你金钱我们就拮据一点，你把情感上面提供好，你不能两头空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又要来让我去提供，你又要求我了，又要金钱，然后又要那个什么床前尽晓，凭什么？凭什么呀？孩子的童年就是你的老年啊，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呢？我小的时候，你到底在哪一方面给足我了？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你是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所以你能对我说出这些要求。那我觉得作为家人来讲，我是有点心寒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他闹掰了呀，已经因为这件事情。闹掰了是你的错呀。这为什么是我的错呢？我是这个就是我的错。对。啊，是我的错吗？这不是他的基因吗？他把我生成这样，怎么会是我的错呢？我讲不过你，反正我不认同这观点。从小吧，他可能说觉得给足经济就好啊，也没有对我任何陪伴，包括他们离婚啊。怎么给你陪伴？他不去经济，你能活到这么大吗？他但凡打个电话问一句呢，你最近有没有吃饱？你心情怎么样？他也都没有啊。他会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给我问的都是工作怎么样，学习考了多少分，这个月有没有奖金，下个月能不能升职加薪，比我回去考事业单位。我有次创业生病到躺在床上，水也喝不了，站也站不起来，话也说不了的时候，他打电话过来，他事先知道我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打过来问的是我今天营业额是多少，利润是多少，有没有利润。如果说我没有升职加薪，他就说你要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让我要去谄媚上司领导。如果我没有就是赚更多的钱，他就会说是我的问题。他也当然会问我饭吃了没，但这个就相当于是寒暄，就是儿子饭吃了没。如果我说吃了，他会问我自己做的还是点外卖。我说自己做的，他就会接着继续的话题就是问你的工资了。如果我说点外卖，他就会说点外卖要花很多钱，为什么不自己做？我说我周末想自己休息一下。他可能，我的点是这个啊，你对我身心没有任何的关心你只是想着我赚钱养这个家，我是很感谢他，但是。那也行，那未来你不想床前尽晓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能请得了护工也可以，这是你的处理方式，你们俩之间父子。但你还是觉得不赞同？不赞同，也不支持，但是你这么做也行。那如果哪天我真的被他发现，然后家里闹得翻天覆地了，你就会觉得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把它解决好就行。他的观念就是解决不掉的，你会讨厌我啊，会怎么样？不会讨厌就不要来烦我，你要跟他说清楚，就是你不要去跟姐姐说没有用的，谁都没有用。你要把这些话说在前面，因为我还好，但静静也更惨啊。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伤害到了父母，其实还是会觉得你挺过分的，就是你没有处理好。所以这还是就是说，对，要处理好这个保密工作。你是没有处理好的，你既然走这条路就能隐瞒，就永远隐瞒下去。凭什么到时候东窗事发或怎么样，就会变成是我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说是你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是让世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那是世人的问题啊，怎么会是我的问题？你这个就非常钻牛角尖了。不是啊，那我的点是我生成这样子了，然后被家里发现了，然后没处理好，那是他们接受不了，那怎么会变成我的问题？那不是他们接受不了的问题吗？那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就是你没有一直隐瞒下去。反正这就是你的问题，你跟父母之间的问题，你不能因为就是我不是说这个错在于你，他们是从那个年代出来的呀。你没问题，他也没有问题，那这个问题错的是我的弟弟，没有把你们解决好吗？这不可能的。我不希望说最后我成为众矢之的，你就是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意思是，我不希望你，比如说你跟二姐也会开始怨我，都是因为你家里才变成这样。现在已经一地鸡毛了。没有，我只是说单论这件事情来说，因为那肯定我也不希望啊，我也不希望我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这件事情东窗事发，你把爸爸气死了，我就是会怨你的。真的，说句实话。